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那今天为你带来的呢是一加刚刚发布的全新一代旗舰机型。说实话，在数码产品行业啊，一个产品能够来到第10代，那绝对是一个很成功的系列了。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早前啊，一些新生品牌呢，可能为了追求性价比啊，通常会把包装做得比较简单啊。但是从一加呢，从最开始呢就做了那种抽拉式的啊、平板式的、饭盒式的包装啊，是比较用心的。那么来看一下这次 OnePlus 10 Pro 怎么样？首先在包装盒上面呢，你还可以看到哈苏的标志啊，联合研发，而且呢做了一体成型的包装，防止呢有这种销售的2次封贴的情况，我们在这里直接撕开。在侧面同时有一加的标志和哈苏的标志，包装盒呢也很厚实，无论线上线下啊都有很强的质感，类肤质的材质是花了钱的包装，好吧？拿起产品有一定的重量，保护壳这个官方的保护壳呢还是有品质感的，充电器和数据线，全家福摆放在这里。微笑卡针啊，这个是一加的首创，以及一加给用户的一封信。在下方呢还有快速入门指南以及贴纸的部分。充电器其实还是比较小巧的啊。那么注意，这枚充电器的话呢，来到80瓦的一个快充，采用的是 USB-A 的私有协议接口。那么输出功率这边5伏2安以及11伏7.3安 Max。那么这个方案的话呢，和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厂商的方案其实还是有所不同的。充电器这边啊，一直是一加做的比较用心的一个部分，最早就开始定制了红色的数据线、塑料的卡扣。好，那么整体的配件我们看完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一加10 Pro。拿在手里的话呢，并没有感觉特别的大啊，而是比较称手的感觉。好，来看我们整机的正面。正面的话呢，屏幕尺寸呢是比较适当的，左右呢各有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弧度，在灯光的映衬之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整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修长的。重点，我们来看一下背面。这次的背板的设计呢，应该说相当的具有辨识度了。我们回顾一下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机型啊，不只是一加自己历代产品，整个对比下来的话呢，这款产品啊，确实在外观辨识度方面是拉满的。应该说看过一次的话就过目难忘。首先呢，采用的矩阵式的镜头组，同时呢，这边的镜头组这边呢和边框部分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融合。我们先看一下背部整体的，首先一加居中的 logo， 那么整个背板这边呢采用非常细密的磨砂纹理，你看上去其实还有点粗糙的，但实际摸上去的话呢是比较细密的啊，这种类肤质的纹理。这个镜头的保护圈层这个位置呢和下方的边框是一一对应的，也就是说从这边自然的流动上来的。那这个设计在以往的手机当中是极为罕见的。那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和边框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融合，有点像我们一些工艺品或者潮牌一样的标签的感觉啊，只不过这标签有点大，是吧？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镜头组的构成，虽然是一个矩阵的设计，但其实是3摄镜头组，有一些额外的功能，包括150度超广角在内。另外呢，在边缘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浅浅的哈苏的 logo 来表明我们的影像身份。我们看到这次环幕的补光灯里面呢有双色温组成的环形补光灯，数量以及亮度啊，相对于普通机型要更高一些。当然，很多同学关心的凸起的程度，我们从侧边来看一下，有一定的凸起，但不是特别的高。其中的2枚镜头组形成了一个类似对称一样的凸起。除此之外呢，这台机器我们整个握持在手里啊，感觉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手感的充盈感啊，握持的是不错的。也就是说，它的 R 角的部分啊，进行了比较多的调整，同时还配合边框部分的 R 角。OK， 那这个背板在辨识度方面，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，满分10分，你给几分呢？下面我们看一下边框的部分，高亮的金属边框，质感很强。同时呢，底部这里啊，我们一加呢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，也就是说把麦克风孔位呢放在天线条带上方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使得我们在插 SIM 卡槽的时候啊，会防止插错啊。虽然都是在同一侧，但是相对来说用颜色区分来保证我们插槽的安全性啊，只插这边不会插这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加一直坚持以来的3段式的功能开关啊，这也是一个独有的开关，因为苹果那个是个双段式的，是吧？接下来看一下重量部分，3、2、1。重量部分呢来到了203克，不算特别的轻，但是手感呢很充盈，同时呢配合203克的重量，应该算是一个我们握持起来比较舒适的这种。大家最后打一个分数吧，满分10分。一加10的外观设计，大家打一个分数，你打几分呢？套上保护壳之后，整个这个外观的感觉一下子就变了啊，变成另外一种风格了。开机。
一加这几年呢，在产品上面呢做了很多次不同的尝试，而且呢每一次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啊。从最早的时候，一加强调自己是速度旗舰机型，那么经过几年之后呢，又率先开始在屏幕上面发力，高刷也好啊，更好的显示效果也好。而最近2年的话呢，一加开始尝试影像系统方面，这次呢也是一加和哈苏联合做研发，那么重新并入到 OPPO 当中，使用到 Color OS 的系统，哇，很漂亮的一个开屏界面。照例啊，根据个人习惯，先看一下第三方的程序，一共是19个，在我们以往测试的手机当中呢，算是中等。得益于正面的双曲面设计，整个边框还是比较窄的，那上下呢略宽一点点啊，这是整个屏占比的一个情况。镜头开孔也是比较小的，和旁边的电池组来做对应的情况下啊，不会特别的突兀。横过来啊，更能够清楚的看到它下巴以及额头控制的情况。那么这台机器的下巴控制的是不错的。这次呢，我们看到在 ColorOS 上面呢，它加入了很多这种虚拟化的处理。首先第一个就是 Emoji 虚拟形象，还增加了以往一些原来在一加系统当中没有的一些功能啊，包括独立的双系统分身，更方便的我们居家一套，上班一套，你自己一套啊，给媳妇儿再用一套。不同的系统，不同的软件，有不同的资料，防止出问题。自由浮窗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去调整浮窗以及大小的情况，这样的话呢，使得我们同屏运行多任务更加的方便。全新的单手模式我们可以试一下啊，在屏幕底部单指下滑就可以进入到单手模式当中。是这样的。这次呢，我们看在系统层面整个的色彩布局啊，默认采用了一个比较素的布局，有点类似原生系统里边那种没有太多花哨的。那每一个程序在左边呢，不会尽量的去打扰你的视觉啊，颜色都是统一的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进行一些个性化的定制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我们可以换成这种其他的色系，这个颜色呢一下子就变得更明亮一点，包括上下方的图标等等。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屏幕显示的部分。标准的钻石排列方式。声音部分啊，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一加的铃声。我们遮挡。然后呢，就是这台机器的一些比较重点的地方，比如说哈苏的影像系统。首先我们点开相机的部分，3倍镜头，0.6倍的超广角，那么最高来到30倍的一个数字变焦。同时呢，可以开启4800万像素啊，但目前呢，这4800万像素就不再支持第3倍镜头。在视频部分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首先呢是支持到8K 的视频拍摄，更高的分辨率的话呢，就不再支持视频的防抖了。这里边呢，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选项，是可以拍到4K 120帧，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好，这边提示你 4K 120帧呢是可以拍摄5分钟的时间，确实它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，但是这也是非常强的参数了啊。除此之外呢，在选项当中呢还有一个单独的哈苏模式，我们点击专业模式，在这个模式下呢，我们能够调节的选项更多，甚至呢还可以使用直方图的功能来对画面当中的色彩进行判断。对于专业用户来说，这显然是非常友好的，并且呢在专业模式下的话，这3枚镜头呢都是可以单独的调用，包括长焦、包括标准焦段以及广角端。支持的是比较完整的，甚至还有峰值对焦功能啊，这就不容易了啊！很多使用微单相机的用户对这个功能是比较熟悉的，能更好的提醒你对焦的准确程度。另外呢，支持 RAW 和 RAW Plus 格式，可以承载更多的画面信息，使得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效果更好。那这里呢，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补光灯的一个情况啊，因为这次的补光灯是极其夸张的环形补光灯啊，非常的亮。对于一加10 Pro 这款产品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成熟。的确啊，一个品牌能够把一个系列发展到第10代产品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一加呢，从一个全新的品牌成长为目前的主流品牌之一，觉得见证了它的成长吧。期待呢，一加以后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吧。OK， 这就是一加的 OnePlus 10 Pro， 你期待它和谁做详细的对比呢？我们稍后为你带来。OK，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加所推出的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 OnePlus Buds Pro。那么这款耳机呢，相当的特殊，它是一个比较神奇的配色。首先，今年一加整个的包装都做了一个升级，全都做成了这种一次性不可复原封贴。阻尼很好啊，盒子比较厚实。哇，大家看到这个配色啊，先拿出来。其他的部分咱们再看一下，做的很精致啊，从外到内全都是银装素裹的感觉。纸片的部分不做过多的展示，下方额外的2组耳机套都是椭圆形的，小小的充电的数据线啊，整体做的都很精致。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拿下来之后，哇，这个颜色极其的亮眼。不夸张的说，用镜子来形容应该是不为过。上方呢是 OnePlus 的标志，从外到内，从前到后，真的有点工艺品的感觉。我们打开它。
它这个表面啊，不光是亮银色，而且很滑啊，拿在手里甚至都感觉有点就是像水一样流下去的感觉啊。拿起耳机，工艺方面应该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啊。那整个耳机呢是通体全都是银色。在工艺方面，大家应该熟悉啊，凡是这种亮银工艺的话呢，对于工厂以及无尘车间的要求啊是极高的，必须达到一个巨夸张的制造工艺啊才能够造出来。我们佩戴一下，给大家感受一下啊，想起了一些天价艺术品啊，都是采用这种极其特殊的工艺啊。当然有同学可能会说，哎，这个工艺是不是它就粘指纹啊？那肯定是啊。佩戴之后的效果，应该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的话呢，都可以获得一个很漂亮的装饰效果啊。同时大家知道我这个耳朵眼比较大啊，一般耳机我经常戴不住，但是这个耳机戴着还是比较舒适的。一加整个的这个耳机的精致程度来说，个人觉得还是很漂亮的一点。我们和一加 Pro 呢放在一起，感受一下今年一加的阵容。一加手机本体辨识度拉满，一加的 OnePlus Buds Pro 耳机同样啊，这次的独特的辨识度来说，都相当的令人印象深刻啊。当然不是很重啊，还是比较轻的。OK， 这就是今年一加的阵容。